1449年，北京德胜门前，在众人惊异的目光下，于谦穿戴整齐，跃马出城，立于大军之前。身后的德胜门轰然关闭，于谦亲手断掉了他的退路。无论是他自己还是整个大明朝的生死存亡，都在此一战。在后世历史的评价中，于谦临危受命，亲自指挥数十万军民进行了垂范青史的北京保卫战，挽救了摇摇欲倾的大明江山。但很多人都想不到，这是于谦第一次领兵，他本人也不是什么力能刚鼎的猛士，只是一介瘦弱的文臣。如此重要的战役竟然交给一介文臣指挥，而更为传奇的是，他竟然打赢了。那么于谦是如何打赢这场大明输不起的战役的？洪武31年夏天，在山清水秀的浙江杭州，一个婴孩咕咕坠地，他的父亲为他起名为于谦。巧合的是，同样在这年夏天，明太祖朱元璋驾崩。也许冥冥之中，守护大明王朝的天命完成了一次接力，命运注定了这个稚嫩的婴孩将在未来一肩挑起大明朝的江山。于谦自幼敏而好学，志存高远。12岁的时候，小于谦走到一座石灰窑前，看见师傅们在煅烧石灰，只见一堆堆青黑色的石头，经过熊熊烈火的焚烧之后，竟然都变成了白色。在别的小孩都在玩石头和泥巴的年纪，于谦已经据此写下一首流传千古的石灰吟：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这不是一次短暂的激情振奋，而是他用一生践行的诺言。时间转眼来到永乐19年，年仅23岁的于谦赴京赶考，考上了进士，从此进入大明仕途。明朝宣德元年，汉王朱高煦发动叛乱，明宣宗朱瞻基御驾亲征。当时于谦担任御史随军前往，朱瞻基让于谦来到阵前陈述朱高煦的罪行，这在兵法中叫做攻心为上。明史记载，于谦义正辞严，语言犀利，将朱高煦骂得瑟瑟发抖，在地上直称自己罪该万死。朱瞻基非常高兴，于谦也因此给皇帝留下了深刻印象。于是在宣德5年的时候，朱瞻基想找一个刚正不阿的人去各省巡视，当时内阁推荐了别人，朱瞻基则想到了于谦，他直接写下于谦的名字给吏部，吏部于是越级将于谦提拔为兵部右侍郎，巡视河南和山西。于谦到任之后，丝毫没有官架子，经常穿着布衣走访在百姓之间，考察各地官员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口碑，随后认真撰写报告上奏朝廷。朱瞻基因此很重视于谦的建议。明宣宗朱瞻基仅在位10年，他病逝后，年仅9岁的朱祁镇登基，是为明英宗。当时明朝内阁由杨荣、杨溥、杨士奇这3杨主持，三杨之间虽然有一些分歧，但他们都一致认同于谦的能力和为人。凡是于谦奏报的事情，三杨都会严肃对待，立即处理。然而随着太后和三杨逐渐故去，没人镇得住年少桀骜的小皇帝朱祁镇，于是被皇帝宠信的宦官王振开始擅权专政，朝臣于是争相巴结王振，每次有官员入京都会给王振送礼，唯独于谦无视王振的存在。有一次王振问于谦，你没有带点土特产给我吗？于谦甩了甩袖子，说了4个字，只有清风。这就是成语两袖清风的来历。王振也因此记恨上了于谦。后来王振指使别人诬陷于谦，于谦入狱。然而命运是个很奇妙的东西，于谦早年在地方巡视，做了不少好事，这些功德最终都回报给了他。河南和山西的百姓听闻于谦入狱，联名上书给明英宗朱祁镇，数千名百姓甚至不远千里来到宫门口跪求朱祁镇，要求释放于谦。朱祁镇这才责问王振，并迫于压力最终释放于谦。而后于谦被朱祁镇任命为兵部左侍郎。明朝正统14年，这一年对于大明朝来说太过难忘，因为这一年发生了土木堡之变。先是蒙古瓦剌首领也先大举南侵，年轻气盛的明英宗朱祁镇在宦官王振的怂恿下，不顾群臣建议，仓促御驾亲征。在土木堡被瓦剌军打得大败，皇帝被俘，
明朝最精锐的部队20多万人丧失殆尽，史称土木堡之变。土木堡之变后，群臣来不及埋怨英宗，因为他们正面临一个更棘手的问题，士气正旺的瓦剌军势如破竹，即将兵临北京城下。当时许多大官富户为保全身家性命，已经纷纷南逃。8月18日，太后命成王朱祁钰监国，召集群臣议商战守之策。大臣徐有贞提议南迁，得到了许多赞成票。这时，不动声色的于谦瞪着徐有贞说了一句话：主张南迁的人就该死，京城是天下的根本，怎么能随便放弃？如果撤离京师，国家必亡。不要忘了北宋南渡的历史教训。一语震醒还在犹豫的群臣，朱祁钰下了抗战的决心，于谦则一肩挑起这副重担。电视剧《大明风华》中，于谦曾随朱棣出征蒙古，然而历史上，于谦除了作为文官跟随朱瞻基亲征外，还从未参与过战争。第二天，这个从未带过兵的兵部侍郎主持召开第一次战备会议，摆在于谦面前的是一堆不折不扣的烂摊子。1年前的陆川之战抽走了明朝不少主力部队，至今这部分军队还在遥远的南方鞭长莫及。而如今的土木堡失利，又把从洪武到宣宗攒下的所有老本都赔干净了，京城里连几匹像样的好马也找不着，士兵数量不到10万，还都是老弱残兵和退休人员。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靠着这帮连预备役都不够格的军队，怎么打得赢这场仗？当时可谓内外交困，在宣府，瓦剌骑兵们磨刀霍霍，扬言要攻陷北京城。在京城，有人慌忙迁徙家眷，似乎已经认定马上要亡国了。关键时刻，又是于谦站出来，迅速稳定了局势。在明朝，兵部尚书是不能直接指挥军队的，朱祁钰于是任命于谦提督各营军马。于谦的主要部署可以归为3类：第一是调兵，于谦即令各地调遣兵马，让他们驰援京师，其中的主力有3个部分，分别是河南的备操军、沿海的抗倭军、江北的运粮军。此外，各路军马沿路还要招募民兵，民兵虽然没什么战斗力，但可以做后勤部队。第二是布防，于谦派可靠武官分别据守京城9门，命主力部队全部驻扎在城外，备成列阵，又重用石亨、杨洪等人，让他们分别统领军队。第三是统筹革新，当时有个大问题，从各地紧急调来的兵马加上京师的残兵，加起来多达40万，军中老弱青壮都有，各军之间互不同属，彼此也不熟悉，每次军令一出，都会陷入混乱。于谦下令重新编整部队，分别挑选精干的将领带领他们，如此极大地提高了效率。另外，他还积极从外城迁徙百姓入城，让士兵们加紧操练，甚至还把土木、石匠等匠人编成一个工程大队。当时城内城外皆在操练，通州往北京的路上都是运粮的民夫，军民万众一心，将士们信心倍增。于谦在军事上做足准备的同时，还干了件大快人心的大事。土木堡之变后，大臣不好意思骂朱祁镇，就把怨气集中在撺掇朱祁镇亲征的太监王振身上。但谁也没想到的是，这一天的朝廷议事竟上演成为明朝近300年历史中最为严重的一次朝堂斗殴。这一天，朱祁钰主持政事，督察院右都御史陈毅出来上奏，要铲除王振的余党，这本是题中应有之义。然而陈毅越说越激动，最后嚎啕大哭。这一哭不要紧，整个朝堂乱成了一锅粥，上奏声、对骂声、痛哭声此起彼伏。当时的朱祁钰还不是皇帝，他一个闲散王爷哪里见过这种阵势，被吓得不轻，胆战心惊的再三考虑，还是不敢做出决断，便行一个拖字诀，此事今后再议。大臣们顿时不干了，死活不让朱祁钰走。朱祁钰脸都吓白了。就在这个时候，一个不识相的人出现了，他就是王振的同党锦衣卫指挥马顺。马顺平时跋扈惯了，今天又例行呵斥群臣，但此时这种行为只能用找死2个字形容。说时迟那时快，一个叫王弘的大臣突然薅住马顺的头发，对他一顿胖揍，此举一呼百应，上百个大臣们立刻蜂拥而上，你踢一脚我打一拳，
马顺顿时在朝堂上被人活活打死了。已经打红了眼的大臣们，有人竟然指着朱祁钰的鼻子，要他把王振的余党交出来。这种近乎造反的举动，朱祁钰竟然吓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后来太监金把王振的余党毛贵和王长随招了进来，这两人被拎进大殿，还没明白咋回事的时候，也被一顿胖揍打死。目睹一切的朱祁钰目瞪口呆，想要逃走，但他如果这时候走了，因为马顺是锦衣卫的统领，那些武功高强的锦衣卫和王振的余党可能会对这些文官动手。这个时候只有一个人保持了冷静的头脑，意识到了危险，他就是于谦。他立刻拦住要走的朱祁钰，让他下了一道命令，下令百官无罪。危机解决，还处置了王振和其同党，大快人心。于谦出战前面临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被俘的皇帝朱祁镇。毫无疑问，也先定然会用朱祁镇威胁他们，所以于谦做了个大胆的决定，这个皇帝不要了，咱们换一个。在立谁为皇帝这个问题上，最先考虑的当然是朱祁镇的儿子朱见深，但他只有3岁，朝廷需要的是一个能决断的皇帝。最后能选的只有朱祁镇的弟弟朱祁钰了。朱祁钰自从目睹了朝廷斗殴事件，打心眼里不想干皇帝这份差事，而且万一北京守不住，可能把自己的命都搭进去。但在于谦和大臣的坚持下，朱祁钰还是答应了。解决完这3个问题后，京城人心渐渐稳定下来。与此同时，瓦剌野先的部队也已兵临城下。于谦面临的艰巨挑战才刚刚开始。为了守住京城9门，于谦下了5道京师命令。所有人都知道，瓦剌攻击的目标是北京外城9门。当时于谦的助手石亨建议坚壁清野，固守城池迎敌。这基本是中国古代王朝面临攻城时的传统战术，也是最后的底牌。所有人都赞成这个建议，只有一个人反对，这个人就是于谦。他下了令所有人惊愕的命令，大军全部开出9门之外，列阵迎敌。众人还没回过神来，他又下了第2道命令，锦衣卫巡查城内，但凡查到有盔甲军士不出城作战者，格杀勿论。还没等他们喘过气来，于谦那沉稳又富含威严的声音又响了起来：9门为京城门户，现分派诸将守护，如有丢失者，立斩。于谦一个个点名，每一个名字都被他分配到一个城门。说到第9个城门时，他停了下来。这是一个不寻常的停顿，所有人都知道，最后一个是德胜门。德胜门是最为重要的门户，因为它在北京的北面，正面对着野先的大军。一旦开战，这里必然是最为激烈的战场。换句话说，这里是个送死的好去处。众人并没有等待多久，因为于谦很快就说出了镇守者，德胜门，于谦。他用坚定的眼光看着每一个人，这种眼光也告诉了众人，他没有开玩笑。文武大臣们又一次吃惊了，可让他们更吃惊的还在后面，因为于谦马上要颁布的是一道他们闻所未闻的军令：凡守城将士，必英勇杀敌，战端一开，即为死战之时。临阵将不顾军先退者，立斩。若前队敢撤退，中队可就地斩前队；若中队退缩，后队可立即斩中队。于谦把手指向了兵部侍郎吴宁，下达了他的最后1道命令：大军开战之日，众将率军出城之后，立即关闭9门，有敢擅自放入城者立斩。听到这道命令，连石亨这些杀人不眨眼的武将也被震惊了。这就意味着，但凡出城者，只能死战退敌，才有生路。如果不能取胜，必死无疑。于谦这是拉着所有人一起玩命了，但他不得不这么做。这场战争，于谦输不起，大明也输不起，所以于谦为所有人留下了唯一的选择：背水一战，不胜则死。于谦从小立志做一个像文天祥那样的人，他最大的愿望就是为国效力。这次他穿上从未穿过的铠甲，走上战场，去指挥他从未经历过的战争，实践着他的抉择。在他的身后，德胜门缓缓地关闭。于谦用行动告诉所有士兵们，他抱着必死的决心出战的，根本就没有打算活着回去。此刻的于谦已经不仅仅是一位指挥官，对于战场上的士兵们来说，
这个瘦弱的文官之躯代表的是勇气和必胜的信念。守卫城池的明军单论战斗力绝对不是瓦剌士兵的对手，但他们有一样东西是这些入侵者所没有的，他们身后是自己的家园，有自己的妻子和儿女，还有他们毕生珍爱的一切。军队一旦明白了为谁而战这个道理，就是不可战胜的。正统14年10月11日，瓦剌大军抵达京城西直门，他们本以为大明经过土木堡一战已不堪一击了，但当他们看到明朝有近20万大军在城门外备城迎敌，城墙上还有近20万大军摇旗呐喊时，瞬间便胆怯了。此战连打5日，城墙上的将士们或以弓箭、火器助阵，或擂鼓助威，城内百姓送水送粮，工匠整修器械，民夫挑砖扛石，医者穿梭于伤患之间救死扶伤。大明朝立国近100年，从未有过如此团结的局面。瓦剌军几次反扑，都未能靠近城门。从8月29日于谦被委任提督各营军马，到10月15日瓦剌兵马撤退，一共46天。在这46天中，百官们看到一个兵部尚书沉着冷静，大义凛然；将领们看到一个文臣疲于奔走，运筹帷幄；士兵们看到一个勇士调兵遣将，誓死为国；百姓们看到一个英雄团结军民，大声疾呼；敌军看到一个坚固的巨擘，孩童们看到一个高大的身影；皇帝看到一个可以充分信任、避免大明靖康之耻的肱骨之臣；历史则看到一个呕心沥血、忧国护社稷的伟人。北京保卫战绝不仅仅是史书上记载的某年某月某日某两方势力之间的一场战争，以及那由成王败寇规则书写的胜负关系。在这些公式化的语言背后，还有一个伟大的英雄和他带领下的伟大的人民。